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俄罗斯最近2天之内有5架 IL-76、Mi-28紧急运到德黑兰了。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斩首计划。好，接下来关心，没有想到在此刻英法联军轰炸叙利亚，难道第三势力要正式的进入到中东了吗？川普恐怕进攻伊朗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我们来做讨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种种的迹象显示是有可能的。普丁则是出手军援，在此刻去军援伊朗。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关注到的是俄伊同盟力抗美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在美国去抓了马杜洛之后，欧洲国家也另外一线正在开火当中。这一次啊，是英国跟法国的军方一起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它的地下的军火储存设施这边。英军我们看到它出动了哪一些武器呢？多架的台风战机，还有航海加油机空中做支援，跟法国的军机一起做联合出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还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们打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投掷的导引炸弹是已经精准命中了武器库而已。旁边的这些平民啊都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要选在这个时间出手呢？是不是因为川普才刚进军这个委内瑞拉，他看到了谁说，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全球拥有真理？所以这一次，到底英法，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在有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意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团结起来了？难道是真的要反恐吗？还是他们在声援美国？难道英法这个第三势力接下来也要正式的介入中东国家吗？大师怎么解读？表面上是声援美国啦，因为美国前几个礼拜他们有几个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美军被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派系给他杀掉了，所以川普震怒，他就派飞机轰炸，所以就是说美国先动武在先了。那这个表面上英法是声援美国，那反恐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理由之一啦。不过真正理由，我觉得他们就是英法要展现欧洲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目前还算没有完全被怎么讲，被排除在国际强国之林啊。这个对于英国、法国本身的振奋国民的国家这个国民的这个信心，提升执政者在国民心中的这个地位这个影响力更大。你说这个叙利亚那么大，沙漠那么大，跑到那个中间去投几颗炸弹，对，那表示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你要飞机，你要能够飞那么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有点国际三不管，叙利亚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大部分是哪2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美国跟土耳其的力量。那所以这2个国家，美国已经先动手了，因为美军被杀，对，美国也好久没有在那边动手了。美军被杀，川普才叫出去，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英法还是一个怎么样有打击，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的，这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不要被人家看衰。另外，欧洲也一直在讲要搞这个欧洲军，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展现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点行动能力。好，欧洲展示它的在国际上面的军事威慑力。那美国呢？美国仍然是持续的，也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川普才刚威胁完委内瑞拉，现在呢看起来有可能下一个被打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伊朗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先前不是有这个为期2周的抗议的这个示威吗？造成多人死亡那么川普也特别讲说，如果呢你再让抗议者死亡的话，会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
打击。结果这话才说完没多久，我们看到被美国视为重大军事行动前兆的这个叫做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在1月5号突然间暴冲到1250%。要知道啊，这个数字可是历史上面的新高，甚至高于当时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前的770%。所以几个迹象看起来就是这个美国有可能去打伊朗。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讯号，来看到画面上特别列出来，包括美军的无人侦察机最近突然间出现在伊朗的外海，以色列内部也正在讨论委内瑞拉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第三件事情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向中东这边集结了，社群平台甚至是释放大量的战前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讯号，每一个讯号都在说，好像美国正在进行准备下一步了。真的会是川普下一个攻击的对象是伊朗吗？他会不会复制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复制在哈米尼的身上，还是他会直接来轰炸？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来观察、了解这个伊朗问题。那么，伊朗其实真正的关系人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大家一定要深深记得哦。所以在这个无论这个宗族啊，包括这个信仰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关键者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只是非常懂得借力使力，那么跟美国当中可以紧扣在一起。所以过去来讲可能会捆绑在一起，我们从来都认为，因为犹太系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所有各方面无所不在，所以当然仿佛犹太人或背后以色列可以遥控美国的一切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决策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路。可是现在我觉得川普因为跟过去政治人物不太一样，没有容易那么被操控，他算是商人，可是还会精算的啦。所以先前对于以伊朗到现在不断的放话，那么以色列一直来来回回。特别是纳坦雅卢飞奔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了无数次了哦，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一个紧扣的部分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不反对纳坦雅卢的力量，所以但呢忌惮什么呢？忌惮主要是忌惮伊朗这部分到底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这1年多以来，有没有跟中国或俄罗斯的军力当中哦，无论防御跟攻击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啦哈，胡塞组织当中现在炸以色列跟好像在照3餐吃饭这样乱炸一通哈，很吓人的。所以有关于大国军力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挂钩，伊朗现在的防御跟攻击能力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被验证。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我觉得这次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提醒我们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即使斩首行动也好，军力再厉害也好，关键还是在情报的掌握。这次美国最厉害是展现它一如既往的情报很厉害。所以大国之间，比如说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也看到，也都声援委内瑞拉。可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声援跟帮助来讲，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所以伊朗我相信也是一样子。我想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明明你普丁你不是也可以斩首泽连斯基，你怎么不斩首？拖了3年多，你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的情报当中也不见得现在跟过去 KGB 那么厉害了，没有办法突破美国或者乌克兰的保护网？所以我认为这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包括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好像是现在大国竞争，尤其在军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确实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都非常的担心伊朗它跟中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突破到底到了哪里？所以呢，现在也放话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打伊朗？但是在此刻呢，莫斯科它似乎正在悄悄的帮助伊朗来声援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莫斯科现在正在声援，那当然也引爆了这个区域的安全紧绷。我们来看到这是实际发生的，过去48小时，俄军总共是出动了它的重型运输机至少5架次降落在伊朗，重点是它是高频的不寻常的航线，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躲避西方的监控。那么运输机上面载着什么呢？看到画面，包括了现在根据了解有这个浩劫武装直升机，第二个是配套的弹药跟地勤系统等等。我们请干哥来帮我们分析，可能俄罗斯这一波重型运输机到底在装什么？传出哈米尼现在也很紧张，好像有一个计划，他要逃到莫斯科去，有没有可能呢？难道伊朗的政权真的面临危机了吗？好，俄罗斯最近48小时，也就2天之内，有5架次 IL-76一流升76重型运输机。好，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要打起仗来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OK， 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国产的运20，我们现在新的运20运输机，它都属于战略级的，它不是一般那个区域性的那种小飞机了。这些运输机往返5次，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当然 IL-76它曾经当过商用的货机，可是这个从俄罗斯空军飞来，那一定是军用机。那它飞来载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商用物资，结果一看，哦，原来是 Mi-28的浩劫直升机。Mi-28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相当于台湾的阿帕奇啊，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它就是台湾的阿帕奇啊。不过性能还是比阿帕奇稍微略逊一点，可是它一定载送了相当的 Mi-28给伊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要预防斩首 ，OK？为什么？因为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就是说，比如说要斩首哈米尼的时候，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那对不起，马杜罗就是没有这种直升机，不然他很可能不会被斩首，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没有攻击直升机，一架都没有。所以其实 Mi-28其实很好用的，那所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防卫作战里面，也把反斩首的阿帕奇当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直升机被紧急运到德黑兰了，你就可以去想象，哈米尼是怕了，高龄86岁了，已经带领这个国家30年了，接下来我跟你讲，最有可能是不是被美国斩首？是被尼坦雅胡斩首，因为以色列才有这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比美国还要忌惮。对，为什么？只要以色列能够那个斩首哈米尼的话，那我跟你讲，全犹太人都会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放在心中那个刺已经很久了。虽然这几次的，比如说12日战争，以色列是打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以及它的浓缩铀计划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所以说，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计划，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我来斩首。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有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强的空军。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现在就是说，除了埃及之外，第2强的就是伊朗空军。接下来赶快看到，尤其在中东地区这边战事是一触即发了。纳坦雅胡这一回逼川普要点头要开战，伊朗则是飞弹全国已经准备好了齐射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大陆的武器来做撑腰，当中包括了有歼20吗？红旗9进场，中东战火还压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 ，NBC 美国的媒体透露的。他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2月29号的时候已经预估了他会访问海湖庄园，和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会一起讨论，接下来他们希望能够再度的对伊朗来发动军事上面的打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朗从12月22号开始就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并且在许多大城市不断的试射飞弹。这当中他们提到的地点包括了有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这些马哈巴德等等的大城市进行飞弹的试射。所以以色列官员这样说，他指控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会有眼转为真正的战争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宣称的，他说伊朗会由演转战是真的情资，还是他有可能恶人先告状、先发制人的一个铺垫的话术吗？纳坦雅胡他会不会真的成功说服川普先下手为强？成功几率又有多高？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我们分时间跟空间来讲啊，先讲这个空间啊，这个海湖庄园 Mar-a-Lago 是川普自己的家，在佛罗里达啊，那有白宫不去。要跑到这个庄园，比如说我跟那个大川，这个大千了哈，我们说有事情的话呢，我有办公室你不谈，要跑到家里去，
故意的制造广告。纳坦雅胡自己就告诉人家说，美国最挺以色列的总统跟我之间私人交铁，所以他这个空间上来讲，他跑到这里去。他讲到伊朗这边事情的话呢，伊朗有导弹飞过去，老早的事情啊。以色列不是有这个穷那个穷，我们台湾也不是跟以色列要学什么铁穷金穷啊，什么钻石穷一大堆，对不对啊？那以色列怕什么东西呢？以色列基本上要制造出一个事端啊，就是说呢，伊朗呢，他接下来谈呢，就是伊朗现在利用它的那个浓缩铀的部分已经到达了已经是接近了核能武器，或者说就直接制造核能武器。但是呢，以色列要说服这个川普，我觉得说是以纳坦雅胡的本领要说服川普，应该没有很难的。那川普也会形式上讲说，那我上次帮你炸了地底下地洞，对不对？又搞了什么 B2 轰炸机什么的，那这一次的话啊，如果伊朗又犯的话，我再来炸或什么，那以色列一定讲说，来，我自己炸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效果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啊，这个官邸的长官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长官里面讲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啊，然后呢，日本的确拥有很多浓缩布啊，日本呢有能力有这个做导弹跟这个核武器都有可能。如果以色列要这样子干到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计划的话，那我就不排除中国也有可能会派歼20来炸他们。我就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好，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中国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吃重，因为现在呢，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其实现在唯一起来说是不是要阻止这场战争继续的，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我们来看到站上了联合国，在12月23号这一天，是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他呼吁说双方赶快重启谈判吧，并且他也说了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他更是直接就向美国喊了一个重话，他说美国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孬了，应该要明确承诺不再对伊朗动武，并且主动跟伊朗恢复谈判。他也呼吁欧洲3国，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停止麦克风外交，拿起实际的行动来降温吧。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铁了心要美国一起打伊朗，那中国是不是唯一还在劝和的力量呢？这套和平方案真的能够劝和吗？那西方又听得进去吗？这些问题孙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刚才岳老师已经讲得很有道理了嘛。其实从上一次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停火了。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对川普来讲，他真的在付不起更大的代价了。如果这场战争在无穷无尽的打下去，他当然认为就见好就收了。他对以色列有一个交代，也吓阻了伊朗。那么，但是以色列没有吃这一套哦。以色列当时就心不甘情不愿，而且不断的扬言说，这个绝对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打击。这个打击根本事实上没有歼灭掉应该有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些相关的目标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早就想打伊朗，现在只是找理由而已啊。就那个时候他说没歼灭，他就等于是打了川普一巴掌，说你美国没炸到，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讲哦。那么，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恐怕认为，其实伊朗的这个浓缩铀根本没有在那一次的被轰炸当中被摧毁掉哦，所以呢，他就开始找各式各样的理由。那找什么理由可以用呢？现在就来了一个最新的理由，说因为在试射弹道飞弹。那到底试射弹道飞弹为什么一定会射到以色列那里去呢？就做恶人做久了哈，就总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会来这一招。但事实上，伊朗闲着没事干嘛又要射到你那里去呢？伊朗好不容易才跟你美国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这样的一个默契了，然后伊朗自己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他闲着没事干去打你以色列干嘛啦？就以色列就是平常就侵略人家侵略惯了，然后就天天躺在那边晚上睡不着觉，就怕人家杀过来了因为自己常干这种事。那你说对美国来讲，美国会不会再像上一次这么力挺我是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岳老师讲的美国可能口头上给他几句鼓励但是你说叫他再派这个B2 轰炸机去轰炸一次，第一那招上次已经玩过了这次不见得会灵了第二，那个伊朗也没有这个睡在那边贪吃等死啊！伊朗自从上一次被修理过之后，他已经在加强他的防空力量了。谁说中国大陆的红旗9不可能把美国的隐形轰炸机打下来的呢？如果不小心被打下来怎么办？那美国脸就丢大了。所以他出兵的话，他要先想一想，他上次的那一招已经演过一遍了，他这是再演一遍吗？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这个航道在哪里了，大家都知道你要用哪个地方用加油机来做加油了，要长程飞行接力的来打击我了。以色列又不是傻子，这个伊朗又不是傻子，他当然做好准备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在联合国发言是有其必要的，因为中国大陆在联合国至少代表一个正义的力量。但你说中国大陆来劝和，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就不会买单呢、中国大陆跟以色列两个已经很不 like 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怎么样了哦。那你说中国大陆去劝和，美国跟以色列会买单吗？我觉得很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在做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当初一，中国就当15嘛，很简单啊。你美国不断的在台湾增加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那我中国大陆也想办法卖一点给伊朗，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很公道吧？大家都在做这个军售生意啊，你可以卖，难道我不能卖吗？所以你要卖多少给台湾，我也想办法卖多少给你的敌人，就这么简单嘛。哦，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委内瑞拉，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幅度的跟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去做军事采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当然，我觉得像刚才这个苑老师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干了，的确。他的确给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你高市有种就不要来给我搞核子武器，你搞了，反正你美国跟以色列演过一次嘛，对不对？你们演过一次了，那这次换我来，那你也不要在那边啰嗦了。是，确实如说委员说的哦，现在以色列之所以这么怕伊朗，也是担心他随时打过来，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看到伊朗整体呢在军事上面，尤其是军力上面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记得吗？今年6月他们双方打的这个以12日战争的水准了。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军力上面的变化？首先他这边根据了解，已经可以产出年产量3000枚弹道飞弹的能力了，并且开始系统性的做这种空中战力的升级。那武器他们从2个国家来买入，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除了中国大陆的武器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武器。先来看从中国买了哪一些武器，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3个，第一个歼20，第二个红旗9，最后是歼14的雷达。下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则是这个伊朗跟俄罗斯买的武器2款 S400防空系统，还有它的苏35的战机等等。那所以中俄现在援助伊朗战力提升非常的快，是因此让纳坦雅胡紧张了，坐不住了吗？所以他这时候要先出手。哪一款武器现在看起来是以色列最担心、最害怕的？干哥怎么看？其实刚才大千讲的完全正确。伊朗再射飞弹的可能性，国际观察家预估50%以下，50%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宽裕的形容词，因为现在可能性很低啦。那为什么有人就跳出来说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有10%的话，我们也应该要先采取手段。那个人叫做尼坦雅胡，他就说：“我告诉你，只要有10%的话，都会很惊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从6月到现在已经补足了3000枚飞弹了，是真的，是真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中东情势哦。川普最新消息已经夜袭了奈及利亚，但是有一说是否剑指的是伊朗真正现在中东最紧张的地方呢？来看到伊朗现在说3000枚的飞弹已经在待命了，包括来自于大陆的歼20、红旗9加持。那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来开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特别关心到中东要来做解答的话题。耶诞节川普下令了空袭奈及利亚，这一刀现在在看会不会也是在为伊朗接下来的攻击来试水温呢？第二件事情，伊朗放话的，他说2000枚飞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在特拉维夫这边做试射，再加上呢，他们现在正在修复他们的 S300，还有飞弹，现在说年产量已经开到了3000枚1年了。以色列能够成功把美国拉下水，一起先发制人攻击伊朗吗？这个是第2个问题，我们会一起做解读。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会不会提供给伊朗，包括它的歼20、红旗9跟歼14的雷达？如果进入伊朗的话，美军的 B2还能不能想飞就飞，撑得住吗？以色列的 F35还会是中东现在唯一的王牌吗？今天就军事武器，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好，明明就是这个耶诞节，大家全世界都在欢庆耶诞节，但是这个时候，川普选择要出征，地点我们来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下令的是空袭奈及利亚。此次的军事行动，他以打击伊斯兰国 ISIS 为主要的名号。那耶诞节当晚，我们特别要来看到画面，美军军舰发射飞弹划破夜空，请导播带我们来看。除了
飞弹划破夜空之外，战机也飞越到了非洲的上空，直接对奈及利亚的西部发动了惨烈的空袭。这一场空袭行动，目前死伤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但是至少已经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的惨剧。川普亲自在他的社群上面写下了：今晚我以3军统帅身份对奈及利亚西北部伊斯兰国的这一些恐怖分子发动致命空袭，因为他们过去不断对无辜的基督徒进行残忍屠杀，是数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他也祝恐怖分子圣诞快乐。川普用行动告诉世界，只要他点头，美军是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开火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持续关注到的是，这一场攻击之下，是否会让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以伊冲突是否再次的被引爆呢？因为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纳坦雅胡他说的，以色列正在准备一份战争简报，而且已经送到白宫去了，并且再过几天而已，12月29号，纳坦雅胡就会亲自的拜访海湖庄园，他要说服川普再一次的和这个以色列一起来对伊朗动武。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了川普突袭奈及利亚的 ISIS 和上次其实他攻击伊朗是有点像的，其实都没有征兆。这一次，纳坦雅胡到了海湖庄园，能够成功的说服川普一起来这个攻击伊朗吗？那美国会这样子做吗？先发制人，上志哥怎么看？没有征兆，而且在耶诞夜哈，所以这个不是道德性的不能问题。但不得不说，川普最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征兆前因后果，包括也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要苛征高关税，也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川普在川习会后哈，大概在整体我们看，其实这1个多月以来，在很多的思路方面好像也变得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全世界现在都在观察他是不是有在岁末的时候在考虑什么。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突然耶诞夜下令攻击这件事情，还是让大家有所思维。为什么这样讲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要发动战争，过往都是用威慑、威慑的方式，但是要到开火，其实肯定还要理由。当然，美国其实找理由需要什么呢？他都可以嘛，哈，他就包括以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你这个贩毒的团伙，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就说杀说打就打。过去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事后追究，就打错了，你能奈他何呢？甚至叫他赔偿都不可能。所以呢，这本身的这些意义，不得不说，在整个来讲，首先我们知道中东至少唯一确认是，川普没有让中东和平哦。他可能要乌克兰战场希望和平，那个是个泥淖，但中东这个地块他没有，所以我现在看到整体来说，我们来思维他为什么最近的时候还是要在思考他的战略思考。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无论如何开战这件事情、出兵这件事情是个总统的权利。川普虽然是商人性格，他在关税战展现了很多仿佛是商业谈判，但是权力这种东西就只有军事才能够体现一个政治权力的绝对，所以他还是要出兵哦。那么包括奈及利亚现在在对委内瑞拉，大家关注的也是他什么时候出兵，但那边比较复杂，所以他考虑的没有像奈及利亚这小猫咪说打就打。是第二个部分是，确实他在中东没有停火这个意图，主要想也包括约翰诺贝尔平奖没得了哈，你不能够又得奖，然后说你都没有打过仗，至少人家奥巴马还稍微收敛一点点，人家得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得就可能先打，还是有一些个人状态哦，这是大家要分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都知道，最近其实在美国方面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也公布了中国军力报告，对于美军总体性的跟中国的落差，川普确实需要一个提振的具体的动作，不只是用嘴巴或数字，所以他现在这个部分动作，我相信也会拉抬整个对于美军建军跟接下来的各方面的发展研发，要投出更多的投入的这个部分来讲，确实有个拉动的作用。当然，第四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哦。观察伊朗这件事情，算是声东击西、敲山震虎。对于奈及利亚肯这么做，对于伊朗现在传出跟中国是有一些在军事设备方面的部分的合作来讲，也应该是一个威慑的意义。好，所以美军很有可能真的会帮助以色列来针对伊朗做攻击。那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会这么的急？
其实原因就是出在以色列已经看到了伊朗在军事上面，尤其他们的军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几方面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做升级，3点来看到 CG。第一个 S-300的防空系统正在修复，第二个弹道飞弹的生产线现在已经全面是重启了，重点是这个飞弹啊还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的量产，预估年产能可以到达3000枚。12日战争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伊朗实射了631枚飞弹就已经重创以色列了。这一回伊朗再对以色列喊话，他说呢，下次如果再爆发冲突的话，那就不是600多枚飞弹的问题了，他会发射包括了2000枚飞弹，那么数量还有速度、机动、变轨会同时的一起用上。那包括了这个2000枚的饱和打击，再加上法塔赫1等高超音速飞弹，以色列这一回到底挡不挡得住？厉将军怎么看？以色列这回会挡不住。我认为说是，美国一定会协助以色列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对伊朗来实施攻击。要不然的话，以色列极可能会遭受到灭国之灾。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么严重？因为战争的形态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那以色列它这个国家最大的弱点是在它的国土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四面环敌。第三个来讲的话，他在这边立国之后，跟周边的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好好的睦邻相处，反而不断的制造仇恨。尤其像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形来讲的话，它可以说是对周遭的国家不只是这个让他们仇恨而已，根本就是加深他的人道的这种危机。所以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那12日战争里面，我们看得到。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可以凭借它的这种防空导弹，所谓的大卫投石或者剑山，甚至铁穹系统，拦截住大部分的伊朗所发射的导弹。但是当战争过了中期以后，我们慢慢发现说，伊朗已经找到诀窍，怎么样来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然后精准的命中他所望达到的、所要涉及的这些目标。我们看到以色列几个重要的地标来讲都被达到了，包括他们的机场，包括港口包括到纳坦雅胡自己的别墅都遭受到命中，还有他们的情报中心也被打到。可见的后半期来讲的话，伊朗已经找到方法。当然，由于美国的介入那第二个美国的介入，那能够让这场战争那时候收手。那另外一个会收手的，伊朗那时候会收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完全没有空防。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最大强大就是在它掌有整个中东地区的制空权，也就是它有 F-35战机，美国提供给它 F-35战机。那伊朗来讲的话，它制空权是完全没有。其实以色列来讲的话，它防空的性能，我们这次已经看到有很多漏洞，包括连胡塞组织都可以很精准的3不5时打中它的国际机场。那如果说是伊朗之后来讲，如果说能够同时这个现在来讲大量的制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然后提升它的性能，而且可以同时以一次200枚齐射的方式做一个饱和攻击来讲的话，我认为以色列以他现在的防空能力来讲，他是挡不住的，因为他国土没有很深的纵深。我们经常会讲说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我觉得伊朗这次对以色列，其实上他用导弹的攻击，而不是用传统的战机或者战车这种传统武器来攻击，它可以说也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模式。那后续来讲，如果以色列不跟美国联手，先摧毁伊朗的这些生产导弹的这些工厂跟设施来讲的话，那一旦伊朗这个壮大之后，我觉得他要去拦它，那是非常的困难的。好，确实如将军所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伊朗过去缺乏它的制空权，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也不断在加强它的空防。除了刚刚特别提到超高音速导弹之外，还包括接下来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更多的支援，不管是在隐形战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导弹，甚至是雷达预警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最新市场传出来的消息，伊朗呢，它已经计划了，接下来会用20亿美元的石油来换来自于大陆的武器支援，3款武器
器，赶快来看到第一个大陆的歼20隐形战机，第二个红旗9防空系统，最后是歼14预警雷达。等于说不只是买武器，这是买的是一套作战体系，反隐形、防纵深打击。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 B2 还可能自由进出在伊朗这边吗？以色列的 F35是不是这一次真的在中东遇到很强劲的对手了？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他拿20亿美元买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啊，效果有限，因为毕竟伊朗的幅员太广阔，你这20亿大概就是600亿台币，能够买多少？你要买飞机，飞机都很贵的，你能够买几架歼20？你要买这个红旗9B 的地对空的飞弹，你也能买几套？就伊朗那么大。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歼14的预警雷达，歼14是中国大陆电子科技研究所第14所，所以拿歼14，我说歼14一般来讲都是飞机啊，歼15、歼16、歼20呢，怎么会有歼14的这个预警雷达呢？那个可能是第14的电子研究所专门做雷达，拿这个来命名，所以他对这个名词还蛮陌生的。我认为伊朗出了3个问题，第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支撑他的国防需求。因为他要建立很完整的空军，空军很烧钱呐，飞机雷达都是非常贵的，20亿杯水车薪不够。我认为经济没办法。伊朗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的 GDP 4200块美金，穷不穷？穷啊！你还有没有这个钱？打仗就是钱了，军备还是钱呢？我认为伊朗经济没办法支撑。第二个，买了这些歼20，还有红旗9，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反逆中雷达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东西你要训练，你训练个飞行员没那么容易的，要很久，要基础训练、高级训练，然后再换装成这个歼20的这方面的飞行训练，也变成一个完训的飞行员，要很耗时间的。然后训练完毕之后，你要不要组合训练？要组合训练，你不能只是单打独斗，现在已经进入系统化跟网状化作战的模式了。你要真的要单打独斗，还真的不行，要搭配预警机，空中预警机能不能发现？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哦，没办法发现，然后把这个讯号给歼20，歼20去对这以色列来这个突穿进来的，来这个拦截他的 F35，或者是美国的 B2幽灵轰炸机，你这个都要组合训练，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是你还有空地配合，空地配合要做，这一经过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这一个具有这个空权的这方面的打击力量，我认为还要一段时间。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情报战，打仗打情报，美国的 CIA 中情局跟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摩萨德两个联合起来，这伊朗怎么部署？可能都被以色列跟美国抓得一清二楚，摸得一清二楚。以色列会不会将来会不会先发制人？一定会先发制人，一先发制人之后，伊朗就站在劣势。所以在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情报系统，我认为在经过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我认为伊朗是劣势，几乎崩溃，好像里面还有内应。那以色列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所以我认为在未战之前的情报战，伊朗在这方面就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一个很强大的空军的武力，我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
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对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两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跟伊斯兰教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政治武力的一个软体。现在他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美国会不会同意当然会同意对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气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伊朗又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
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啊，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啊，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
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那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